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美方妄图以台制华，纵容民进党当局进行台独冒险挑衅，最终必将祸及自身。民进党当局幻想以美谋独，以武拒统，这是对形势、民意和实力对比的严重误判，不自量力，极为危险。正告民进党当局，螳臂当车，只能自取灭亡，早晚要来收了你们。早晚要来收了你们。这是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2月27日召开的记者会上对台湾的恐吓。消息一出，引发了国际社会和中国网民的热议。一方面，美国国会迅速地做出反应，连出2道法案。第一就是公布中共高官以及习近平的贪腐报告，第二就是冻结中共高官的海外资产。2月26日，美国联邦众议员安迪·奥格兹、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等多位议员联名致函给新任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敦促他尽快地公布一份包含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贪腐与隐匿财富的美国情报报告。涉及的人员包括习近平和205名委员所组成的中央委员会、25位中共政治局委员以及7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中国29个省级党委书记。根据法律规定，这份报道提交截止日期已经是过了1年多了，可是到目前仍然没有出炉。安迪·奥格兹的信中还说，中共领导层的奢华生活与14亿中国人民在集权统治下的苦难形成了强烈对比，这将彻底击碎习近平及其亲信曾声称要反贪腐的假象。同时，美国也向中国政府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国会正在密切关注他们对台湾日益加剧的威胁。那么，要公布的这份报告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份报告是2024年6月由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 CRS 发布的，内容说，中共高层包括习在内的高层领导人涉及贪腐，并透过亲属隐藏数亿美元财富，其中习近平家族在海外藏匿的资产高达 7.07 亿美元。先来看看在2003年，习近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什么。我勒个去！习近平家族有7.07亿刀，却让我们吃糠咽菜。我父亲对我们的要求呢，使我们过得呢非常严，去参加一些这个晚会啊，到人民大会堂啊，到天安门上的啊，那多人说这谁家的孩子回来才懂的，家的。其实早在 CRS 这份报告出台的10年前，美国媒体就对习家的资产做过调查。例如2012年，彭博社就报道过，习家族在海外拥有 3.76 亿美元的公司投资，并间接持有某稀土矿业公司的 18% 股份，该公司资产总额达17.3亿美元。那时候，习还只是中国国家副主席。2015年，《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说到习的侄子习乔乔和他的先生邓家贵，在2009年曾经入股中国首富王健林旗下的万达集团。2019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习的表弟齐明在澳大利亚1年的赌资就达到了3900万美元。另外，2月28日，川普下令取消了对美军指挥官的限制，让他们可以批准常规战斗行动之外的空袭和特种作战突袭行动，从而扩大了潜在的打击目标范围。在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与美军非洲司令部的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就签署了一项指令。根据这项指令，政府对空袭和突击部队部署的集中控制将会被放宽。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菲兰在确认听证会上也表示，美国海军处在交叉路口，必须要扩大和改进自身的海洋能力。他说，我们的对手，尤其是中共，正在积极扩充海军能力。在建造船舰方面，美国已经是落后中国太多了。目前中共有400多艘船舰，而美国有300多艘，所以必须要考虑利用外国伙伴的专业技能来加大造船。他誓言要打造一支未来的军队。另一方面，吴谦的言论也引发网民的热议。中国的小粉红说，第一次见中国军方这么强硬，这信号很明显，习近平要在川普任内解决台湾问题。
有网友在 X 平台上说，正相反，会叫的狗不咬人，吴谦叫的越凶，越证明美国的台湾路线走对了。还有网友调侃，每个小混混落荒而逃的时候都会说，我早晚要来收拾你。2月26日，中国东部战区海军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忽然在台湾西南海域划设临时操演区，进行实弹操演。27日，台湾国防部立刻举行记者会，在对外公布的示意图中显示，中国海军在距离高雄、屏东外海约40里处海域划设操演区，在一片长70里、宽20里的水域中，海军一共有7艘主辅战舰在上午8时50分至下午3时40分在操演区活动。那共军昨天又在高屏外海无预警的划设操演区，那对航运安全造成危险，而且也是对于台海安全不负责任的挑衅和破坏那对两岸关系造成很恶劣的影响，本会予以强烈谴责台湾资深媒体人、军事评论员齐乐意分析说，中国军队无预警地进行实弹演习是恶意之举。齐乐意表示，最近中共在台湾的高雄跟屏东外海40海里的地方举行实弹的设计，这是非常恶意之举。不管他有没有通知，这都是以前没有过的，是进一步对台湾做出实质性威胁。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进犯台湾做准备。这不是单一事件，包括之前的切断台湾的海底电缆，中共严密的、大频率的在台海周边演习，而且是从不同的方向逼近台湾。当然，这也不是放出线的现象，它一步步的逼近，内容也一步一步的更具有实战化倾向，现在看得比较明显了。当然，军演背后隐藏着一种焦虑，因为现在整个形势对中共都不利，所以他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美国新政府川普应该要对这个事情有更多的注意。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当天也公布了中国军机的最新动态。26日上午6时到27日上午6时，有45架次主辅战机、无人机和直升机在台海中线活动，其中34架次逾越海峡中线进入台湾中部、西南空域，另还有14艘军舰和1艘公务船持续在台海周围活动。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说，中共对台湾以军演的方式进行施压，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试探美国。叶耀元直言，中共通常的做法就是通过施压台湾，进而给美国制造压力。因为他没有办法直接对美国施压，所以反过来说，他会认为现在能够做的就是，由于中国国内有压力要释放，有舆论的压力要释放，那我们就把这个压力转向台湾。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最近会对台湾在军演上面会更为冒进，某种程度上是威吓美国，这个现状有可能被打破。其实它是这个目的，还是要去威吓美国、威吓台湾，来表示中国是有决心打破现状的。但老实说，从美国的判断来说，中共如果有决心打台湾的话，应该早就发生了。现在的行为都无法说明中共到了要下决心的程度。美国之音2月25日发表一篇题为《又一条台海电缆全断，台湾以现行犯拦停扣押中国全一轮》的报道，内容说，台湾在25日再次发生海底通信电缆全断的事件，怀疑是被一艘中国货轮下锚拖断。台湾海巡署称，这艘名叫宏泰58的货轮，自2月22日晚间开始在台澎3号海缆以北 0.5 海里一带滞留，期间对海巡署的警告广播没有回应。到了25日凌晨3点，这个货轮开始往西北方驶离，不久海巡署就接获海缆断裂的消息，海巡署立即以现行犯拦停宏泰58。之后海巡署出动3艘舰艇将该轮押返台南安平港调查，船上8名船员都是中国籍。美国之音的报道还提到，台湾的海底电缆被切断的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今年1月3日，一艘在喀麦隆和坦桑尼亚注册的中国全一轮顺星39、商镇39涉嫌脱锚损坏台湾东北海域的国际海底电缆，这艘船之后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逃跑了。2023年2月，2条连接马祖群岛的海底电缆在6天内接连被切断，使马祖互联网服务中断。台湾当局当时表示，是2艘中国船只损坏海缆，
但无法证明是北京当局刻意破坏。那么中共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拖断台湾的海底电缆？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指出，这种拖断台湾的电缆目的何在？第一个，中共是通过这种切断电缆来测试，甚至是划定台湾的海底电缆区域在什么地方，而且这个海底电缆在海底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传输轨道在铺设，所以他们要去测试和划定电缆的位置。第二个目的就是要测试台湾政府的反应，特别是海防的反应速度，还有处理的能力，同时也是测试国际社会的反应，向国际社会传达一个讯息，就是我随时具备要封锁台湾、切断台湾电缆的能力，来达到封锁、禁运等战略效果。第三个目的就是扰乱民心。各位想想看，你一天不上网的话，你会痛苦到什么样的程度？这对民心的扰乱效果是非常强烈的，而且这种心理的臆测、恐慌等等，都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一种社会的恐惧效应。第四个目的就是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共就是要切断台湾跟所有国际社会联系的管道，甚至延迟国际友军对台湾的帮助。所以它的目的就是通过切断这个电缆，把台湾塑造成一个数位孤岛，与国际社会断掉联系。